人气极高的肖战昨天高调搜索，因此您可以相信他是安全的。自从昨晚发消息后，肖战的工作室就一直是关注的焦点。最近很多人都对肖战表现出了兴趣，他的名字也经常被讨论。自从快1个月没有肖战的消息后，人们开始怀疑他到底要干什么。肖战工作室在晚上9点发布了关于人们应该知道的事情的声明。他们附上了一张被八卦泄露的假照片，想必是不想解释太多。他们的声明建议人们应该简单的关注真相，低调处理这种情况。最后，他们提出肖战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对于肖战，大家众说纷纭，有人认为他再也起不来了，其他人则认为他将来会尝试重新站起来。一开始我还担心他的未来，但227事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，给双方都造成了重大损失。此外，预计此事件将逐渐结束。肖战事件在检察日报肖战的报道中有所提及。肖战虽然没有正确引导粉丝处理这种情况，但他自己也几乎没有问题。相反，我希望以此事件为契机，鼓励社会关注同人文化，对迷失的同人圈进行改革。既然肖战的粉丝们都大力支持他，看到他的人气不断攀升，应该也算是松了口气吧。他们没有理由担心这个又甜又咸的男婴绝对不会轻易被打败的。未来他无疑会创作出更多伟大的作品，反对他的声音将会消失。我期待在您阅读本文后在评论中见到您。失踪1个多月的当红歌手肖战昨天成为热搜的对象。杨洋饰演的吻戏剧里，这或多或少弥补了观众追剧的负面情绪。说起吻戏，苗苗想起了杨洋和迪丽热巴主演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。那部剧中有很多接吻戏，甚至有几集很甜蜜。然后吻戏也被杨洋拍了下来。为什么考验世界和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差距这么大？不同的期望。在闯天下中，风兰溪和白凤溪从一开始就没有人不服，凡事都要比拼。进入洗涤模式，观众有预感两人会在一起，但迟早的事。但他们的关系仍有发展的希望。之后，凤兰溪和白凤溪进入了一段暧昧的熟悉时期。白凤溪遭遇意外，凤兰溪从天而降，英雄救美。凤兰溪的事情，白凤溪尽力帮忙。于是，两人的暧昧近在眼前，却无人主动表态。暧昧期往往是言情剧中最甜蜜、最懵懂的时刻，总是让观众脸红和微笑。直到风兰溪完全明白他的意思，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白凤溪，两人才正式进入表白的阶段。这样的桥段，在大部分偶像剧中，往往都花在了欣赏男女主的第三者的出现或者各种变化上，成功的概率基本为0。白凤溪和凤兰溪之间也是如此。风起舞和风兰溪虽然说清楚了他们的关系，但也不能让白凤溪成为异类。追随对手，随心所欲的相处，自由贪婪，举杯畅饮，就是这么洒脱。很多时候，凤兰溪已经表白了。比如白凤溪和风兰溪用蓝荫蔽月救风起舞的时候，风兰溪故意拉着白凤溪告诉他们救的人曾经很佩服他。其实这已经是变相的告白了，否则他为什么要跟他解释呢？所以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大部分观众都对凤兰溪的真实表白降低了期待。此外，两人已经充分了解对方的意图。凤兰溪变相告白后，两人之间发生了很多悲惨的事情，又如凤兰溪被打、被逼喝华肠、失去内功、被逼嫁给华纯然等。这一系列的起起落落，将观众的注意力从他们之间的感情戏上转移开来。于是，直到凤兰溪拒绝了华纯然表白并亲了白凤溪，观众对他们吻戏的期待几乎被其他剧情抹杀。这一切似乎都在观众的预料之中，并没有什么大的惊喜。所以在试探世界中，凤兰溪和白凤溪的吻戏是属于自然的，但因为拖字耗尽了观众的耐心，期待值根本没有达到顶峰。但杨洋和迪丽热巴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不同，剧中乔晶晶和于途从学生时代就认识了，那时的于途是个正经的书生。至于乔晶晶，她只是一个外表空虚、学习成绩一般的女孩。乔晶晶喜欢玉兔，女神有心，襄王无梦。10年后，乔晶晶是满街可见的大明星，于途面临职业困境，两人在游戏中碰面。
乔晶晶知道对方是于途，却隐瞒了自己的身份。就这样，乔晶晶和于途进入了一场有趣的猫捉老鼠游戏，让观众对他们的进步有了更多的期待。比赛中，于途对乔晶晶产生好感后，乔晶晶主动骗他在家修一台净水器。10年后，他以完美的姿态出现在途的面前。看到这2个人终于见面了，观众们开始为他们的来来去去兴奋，不经意的小动作、小和谐。从此，2人也开始进入了一段非常挑衅的暧昧期。最后还希望乔晶晶主动表白，于途却惨不忍睹。其实一切都需要互动、爱，而不是单机游戏。只是女人主动表白还达不到一拍即合的兴奋程度，所以编剧很聪明，在乔晶晶和于途的关系中设置了一个小障碍，引起了观众的胃口。直到于途主动在众人面前表白亲吻，全场期待已久的悸动才开始无限放大，将整个兴奋感蔓延开来。这么看，于途和乔晶晶的爱情就像踢足球一样，2个人在你我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不断的试探和比拼，到最后，在你出手的那一刻，你会无比激动，期待自然会达到顶峰，甜味持续时间。我们追剧就像买电器一样，需要好的售后。比如程毅、袁冰妍主演的电视剧《琉璃》，虽然很好看，却被观众批评售后做得不好。而该剧还主演了袁冰妍和郑业成合作的小网剧《好运》。虽然剧情有瑕疵，但因为售后的好，得到了网友的一致认可和喜欢。观众，而且吻戏和这部剧一样的观感也需要售后。考验世界中，前脚的风兰溪和白凤上演了超级淫荡的吻戏，后脚的白凤溪莫名被一剑刺中，命悬一线。淼淼看到这里，真想问编剧，扔糖扔刀，谁受得了？永远保持甜的东西热，让观众叽叽喳喳也没关系。凤兰溪和白凤溪送的糖才刚放进嘴里，观众还没尝到甜头呢，你只是在观众嘴里放了一把刀，摧毁了观众的味蕾。谁能尝到这糖的甜头？ You are I am glory 不是这样。于途突然当众亲吻乔晶晶后，2人一路撒糖，告白吻、团圆吻、面具吻等，不断撒糖。就算不见面，2人也可以让大家只用一部手机就能感受到2人之间浓浓的甜蜜爱情。看到这里的人心里松了口气，满满的甜蜜。所以在测试世界和你是我的荣耀的吻戏之后，甜蜜的时间长短也会给观众带来特别大的观感差异。性格契合，看过原著《考验世界》的观众都知道，小说中的白凤溪是个飒爽无双的人，甚至在剧中也会有说白凤溪是这样一个角色的花言巧语。赵露思虽然极力展现白凤溪英姿飒爽的样子，但胖乎乎的小脸还是太可爱了。虽然淼淼觉得不管是原著剧中的白凤溪都有点可爱的性格，但要完全取代她作为江湖侠女的角色还是很难的。尤其是在杨洋饰演的与风兰溪的吻戏中，他总觉得自己看风兰溪的眼神有些空洞，少了几分期待，还有些腼腆和孩子气。不过好在杨洋的吻戏还是可圈可点的，从一点点温柔的唇角到积极而深情的进展，他都诠释了这一切。只是这个吻虽然不是很沉浸，但也不够甜，但充满欲望，能让观众深刻感受到凤兰溪有一种属于男性的独特荷尔蒙气息。回首过去，让我们再看一遍《你是我的荣耀》。乔晶晶这个角色是大明星，迪丽热巴也是超人气流量明星，她的气质和乔晶晶的性格可以说是完美的融合，完全没有区别。与其说迪丽热巴在演乔晶晶，还不如说她在演自己。所以在性格契合度上，迪丽热巴饰演乔晶晶，赵露思饰演白凤溪，差距不是1、2。最重要的是，迪丽热巴完全可以捕捉到杨洋的吻戏。同学聚会上，于途突然吻了乔晶晶，在他的眼里有一点停顿，一点惊讶，一点不相信，一点害羞，属于一个女孩。于途在学校正式向乔晶晶表白的时候，乔晶晶的眼中依旧没有惊喜，只剩下无限勇敢的期待。看着观众的血糖飙升，他们都被迷住了。对于于途和乔晶晶的吻戏，观众的期待已经满满当当。再加上铺天盖地的甜美，人物很适合被带入场景，观感自然会更好。所以，即便是在杨洋的吻戏中，一起来试试世界和你是我的荣耀的差距还是很大的。你怎么看待这件事？欢迎留言讨论。